大家好啊！这次视频的主角呢是我们家这个25岁的球兰，今年它长出来十几簇花骨朵了。5月开始呢，就一个一个迫不及待的绽放了。这个花呢是夜来香，花香骤去夜来，夜晚的花香呢芬芳馥郁，香飘满屋。奇妙的是呢，这个香中略带一丝苦甜味儿，直冲脑壳啊！让人上头微醺，而且呢，花蕊中会滴出花蜜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株球兰的由来和我们是怎么种植它的吧。这株球兰是上任房主一个80几岁的老太太留下的。当初我们看房的时候呢，一眼就被这满墙的爬藤植物给震惊到了，看起来像是宫崎骏的动画啊。厚着脸皮，我们就问他愿不愿意留给我们当赠品。那起初呢，老太太还舍不得留给我们呢，大概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了，她搬不动啊。这株种了25年的植物就留在我们家啦。搬进来那个月，我们看到植物上有一簇白花，材质呢看上去实在不像是有机物，以为是老太太临走前别上去的一个假花。后来晚上我们嗅的花香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是真的花。为了不把这株植物养死了，我们和前房主老太太打了电话，了解到这个花呢德语名字叫 Porzellanblumen， 直译过来就是陶瓷花，德文命名简单直接，花如其名。这个花呢打开之后看上去的确像是陶瓷做的。那英语呢这个花叫做后雅，而中文名叫做球兰。是不是典雅含蓄了几分？那老太太说呢，这个花是很好种的啊，你1周浇水1次，那水呢不能太多，春天施肥就可以了。这花不能暴晒的，所以老太太让这个花爬满了朝西北方向的这个落地窗，既能让其吸收阳光，大家看到现在还有点光，也可以作为窗帘呢遮挡后面邻居的视线，一举两得。那为了便于打理呢，我们就把老太太的陶瓷花盆换成了现在这个 Lachuza。懒人花盆，不了解的朋友呢，可以看我们之前的橡皮树种植视频。平日里我们看着水位线浇水，球兰怕烂根，所以我们不会让这个水位线过高。虽然换了盆，但是老太太的2只陶瓷小鸟被我们留了下来，继续放在了花盆里。球兰生长的速度超级快，几个月就肆意攀爬，到处都是。而且呢，这个新枝它特别喜欢往这些窗户缝里钻，让强迫症患者极其难受啊。那第1年呢，我们大刀阔斧剪掉了很多分支，重新用麻绳固定整理它们，引导这些新枝的攀爬方向。作为新手呢，我们当时可能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，没有留意这个修剪的枝条上面有没有花茎。第2年会在同样的位置上继续开花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是我们搬进来后开出的第1束花的地方，元老级的了。今年开完已经谢了，能看到一轮一轮的开过好几年的花了。第1年大概因为我们随意修剪，那么大株球兰它只开了2束花。不过意想不到的是呢，可能是因为修剪了枝条，给了这些老枝足够的营养。那今年呢，爆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花骨朵。那刚长出的花苞呢，只是一个小点点，渐渐会变大成褐色的哑光的花朵。随着慢慢长大成熟呢，花骨朵会转变成油亮的嫩白色小五角星。彻底成熟后呢，花骨朵会在夜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打开，就像我们一样低调。那花茎上呢，通常有10几朵五角星小花，花朵开后簇拥在一起，就如小球一般。偶尔呢会有独苗，也很特别。大概1周左右呢，花朵会慢慢枯萎凋谢，悄悄脱落，等待明年继续绽放。看着球兰的生命力如此旺盛呢，我们做了一个实验，剪了个带叶子的老枝水培。那几周后呢，居然发根了，然后我们把它移进了土里，居然发出了新芽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小球兰已经长出了很多新叶子。这盆小球兰我们打算给老黄，看看它能不能也养到开花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呢还能看看我们是怎么从种子种牛油果的。那喜欢的朋友呢，记得转发、订阅、点赞。我们下周5再见啦，拜拜。